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我先问大家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45000块钱一根的烤肠，你吃过吗？哎，你别笑，你也别划走，我没跟你开玩笑。就前段时间著名奢侈品大牌巴黎世家又上热搜了，为啥呢？就因为这个网上传得沸沸扬扬，说他们家出了一款至尊典藏秘制烤肠，售价45000。这个消息一出来网上直接就炸了呀！你看看这个图就这玩意儿，平平无奇，普普通通，扔在便利店的滚筒机里你都分不清楚谁是谁。哎，你说他凭啥卖45000啊？难道这香肠是用什么特别的肉做的？还是说这猪生前是听着莫扎特，吃着鱼子酱，喝着矿泉水长大的？这事儿吧，就透着一股子邪乎。这时候就有一位特别有求知精神的测评博主，一个正义的哥们儿，他坐不住了，他心想：不行，我得去尝尝，我得替广大人民群众探探路，看看这45000的烤肠，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神仙味道？他是吃了能长生不老呢，还是说考试能门门得第一？结果呢，他跑遍了各大商场，把巴黎世家门店的门槛都快踏破了，愣是没见着这根烤肠的影儿。这哥们儿也是个执着的人心想实体店没有，那我去问问网店总行吧。于是他就拨通了巴黎世家官方旗舰店的客服电话，客服的回答是：我们这边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这款商品的相关信息。什么叫没有收到相关信息？意思就是说，哥们儿，你被耍了，这事儿从头到尾就是那个闲的蛋疼的网友劈腿恶搞的。真相大白了，原来是个乌龙案。但是朋友们，这重点来了，这么离谱的一件事，一根烤肠卖45000，为什么从头到尾就没有几个人真的去怀疑它的真假呢？为什么大家第一反应不是说这是肯定是假的，而是巴黎世家他又干了件不是人干的事儿呢？答案很简单就因为他是惯犯，跟巴黎世家自己正儿八经推出的那些妖魔鬼怪比起来一根45000的烤肠，那都显得太有性价比，太朴实无华，太接地气了。不信行，那我今天就带大家好好逛一逛巴黎世家的奇葩商品博物馆。第一件展品今年刚上线的女款半身裙，这裙子一出来，好家伙，直接成了网友们的快乐源泉为啥？不是因为它设计的多好看而是因为它长得跟一条男士平角内裤一模一样。哎，你想象下那个画面一个姑娘穿着这么一条裙子走在街上，这远远看去路过的大爷大妈都得捂着眼睛说：哎呦喂，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把这个裤衩子穿在外面就出门了？这成何体统真的你第一眼看过去，你绝对会揉揉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没睡醒。但是人家就是告诉你了，这就是时尚，这就是艺术。更让你血压飙升的是它的价格，这条内裤裙售价人民币4500块朋友们，这钱你买正经的平角内裤能把你家衣柜给塞满了。结果就为了个所谓的时尚，花了这么多钱买一条让所有人都误会的裙子。我只能说贫穷再一次限制了我的想象。这时尚的门槛果然不是我们这些普通凡人能摸得着的。如果说这个内裤裙只是在设计上让你看不懂，那下面这件展品就纯是在挑战你的智商了。请看巴黎世家尊贵发卡，这发卡啥样呢？就咱们平时在这个2元店、精品店里随处可以见的那种最普通的不锈钢一字夹，尺寸给你报一下长9.9厘米，高0.7厘米，宽0.2厘米，材质呢就是不锈钢。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有，真有呢！上面印了个巴黎世家的 logo， 就因为多了这么个 logo， 你猜它卖多少钱？2700块！我的妈呀！我当时看到这个价格特意去某宝搜了一下，同款长得一模一样的，大多是5元10支装，平均下来5毛钱一个。咱们来算笔账5毛钱的东西印个 logo 卖2700，你说这价格翻了多少倍？5400倍！这是什么概念这是点石成金这哪是卖发卡这简直就在抢钱，而且是把抢钱2个字就印在脑门上，指着你的鼻子问：我就抢你了，你服不服？你以为这就到头了？太天真了，跟下面这个比发卡都算是良心产品了。去年巴黎世家推出了一个手镯，这款手镯的设计灵感可以说是源于生活，低于生活。它的灵感来源是
透明胶带。对，你没听错，就是你家打包裹粘纸箱用的那种5金店里几块钱一大卷的透明胶带。巴黎世家就把它呀做成了一个手镯，你光看这个样子，它就是一卷被用剩下的透明胶带，直接往手上一套，上面还带着胶带那种毛糙的边儿，连 logo 都是模仿胶带直筒上的印刷样式。哎，就这么个玩意儿啊，售价3000欧元呀，换算成人民币23500多。哎呦，我真的我看到这个，我真的是沉默了。我默默地看了一眼我桌子上那卷胶带，心想，原来我每天都在与价值2万多的奢侈品亲密接触啊！我的人生啊，竟然是如此奢侈啊！带着这玩意儿出门，我估计会碰到2种情况：一种是热心肠的大妈追着你喊：“哎，姑娘，你手上的胶带没撕干净。”另一种可能是懂行的朋友会用一种看傻子的，哦不，是一种看潮人的眼神对你肃然起敬。你以为这就完了？不，巴黎世家的生活系列多着呢。后来呢，他们又推出一款浴巾裙，顾名思义啊，就是长得跟浴巾一模一样的裙子，就是你刚洗完澡在那个腰上随便那么一裹的那种。材质呢可能会好一点吧，但是那个造型真就是浴巾本巾啊！穿着它上街啊，感觉就像你家里突然着火了，你啥也没来得及穿，裹着浴巾就跑出来了。就这么一条出水芙蓉急先锋裙，线上售价925美金，折成人民币6700块。网友们都说了啊，这根本就不是智商税了啊，这简直就是智商罚款。哎，你花个6700买一条只能在家里面裹的浴巾，当成裙子穿出门，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厚的脸皮啊！你以为他们只在这个穿的上面搞事情啊？太小看他们了，配饰那才是重头戏。22年，巴黎世家推出一款包，这款包嘛，因为它长得太像垃圾袋了，一上市就成了全球焦点。垃圾袋包，海外售价1790美金，差不多12000人民币。哎，你瞅瞅这造型哦，这褶皱，这光泽，这抽绳的袋口，你说它不是垃圾袋，我第一个不信。拎着这么个包出门，估计走在路上，环卫大爷都得好心提醒你，小伙子，垃圾要分类投放哦。这还不是最绝的，最绝的是他们为了讨好中国消费者，还特意推出了一个北京地区门店限量款的包，叫什么呢？叫北京烤鸭包。这包啊，牛皮材质，售价15500，但是它的造型啊，真的跟我们去全聚德便宜坊打包烤鸭的那个牛皮纸袋不能说是毫无关系只能说是一模一样。我真的怀疑这个设计师是不是来北京旅游吃了个烤鸭，然后看着这个打包袋灵光一闪，哎，有了！花15000买个烤鸭打包袋，这是图啥？是图它能装下一整只烤鸭，还是图拎着它能让别人以为你天天吃烤鸭？更过分的是，跟这个包配套的还有一个北京烤鸭钥匙链，卖6500，而且官网上还经常断货。哎，一个钥匙链啊，6500，我再次沉默了。除了这些，巴黎世家还有很多传世经典，比如什么售价12000的乞丐鞋，那些破的跟刚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一样，上面又是污渍又是破洞的，我估计街边的流浪汉看了都得嫌弃。兄弟啊，你这鞋比我的还破，要饭都影响市容啊！还有更炸裂的，一个售价9万多的姨妈裙，那设计真的就像是这个痔疮破了一样啊，一道血痕从上到下，正常人看都得躲着走。结果巴黎世家还当成宝贝大力推荐，我真的是不理解这到底是艺术还是恶俗？那听到这儿，你可能就觉得巴黎世家是不是时尚圈的一朵奇葩，一个独行侠？哎，那你就又错了。在比谁更离谱这条赛道上，奢侈品圈那是高手云集啊，一个比一个会玩。你比如那 LV 啊，路易威登，浓眉大眼的也是叛变了呀，推出过一款3万多的充气马甲，你穿上之后就跟套了个救生圈在身上一样，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还以为你准备随时跳河呢。还有这个珠宝界的白月光 Tiffany， 那更是重量级的选手，他们家推出过一个单品，售价8万1，你猜是啥？是钢丝球，
就是咱们在厨房里刷锅刷碗的那个玩意儿啊，一模一样，就是把这个材质啊换成银的了，再给你配个蒂芙尼蓝色小盒子，8万1买个钢丝球。哎，你说你买回家，你是用它刷锅呀，还是说把它供起来呀？你用它刷锅吧，心疼啊；供起来吧，它就是个钢丝球啊。那看到这儿啊，大家肯定都给我有一样的疑问：为什么呀？这些丑的各有特色、贵的令人发指的东西，为什么这些奢侈品大牌还乐此不疲的一个接一个往外推？难道他们的设计师真的是分不清美丑了吗？他们的审美都是被驴踢了吗？朋友们，这背后啊可都是大学问啊，都是赤裸裸的套路啊！你想想，现在这个年代什么最贵？流量啊！但凡哪个奢侈品出个新的丑东西，你看这个网上是不是铺天盖地的吐槽？从这个微博到这个小红书，从抖音到这个朋友圈，大家一边骂这是什么玩意儿太丑了，一边随手就是一个转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从你打字吐槽按下转发键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成了这个品牌的免费营销工具人。品牌方的那些人猴精的呀，他们发现花个几千万上亿的去砸电视广告，效果可能还不如我搞一个成本极低的丑玩意儿。你看他们的操作流程啊，第一步找一个日常用品，比如什么胶带、垃圾袋、钢丝球。第二步简单粗暴的复制它的外形，换个贵点的材料，印个自家的 logo。这第三步啊，定一个高到离谱能上新闻的价格。第四步啊，把它往这个社交平台上一扔，然后呢？然后他们就可以泡上茶，嗑着瓜子，躺着看戏了。网友们的好奇心和吐槽欲瞬间就被点燃了。快来看呀 ，LV 出了个救生衣！天哪，巴黎世家居然卖2万多的胶带！大家争先恐后的转发评论，制造段子，这热度蹭的一下就上了热搜啊！讨论量轻轻松松破亿，这个效果啊，你花几千万广告费能达到吗？不一定哦。现在1分钱没花，全网的网友都在自发的帮你安利，帮你传播。虽然大部分都是骂声，但是黑红也是红啊。品牌的知名度那可是实打实的上去了。这生意经啊，玩的溜不溜？你以为就是国外品牌会玩这招啊？咱们中国的企业啊，早就把这个套路学的是明明白白了。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几年前这个小米换 logo 那个事儿。当时小米开这个发布会，雷军在台上啊，特别郑重的宣布。我们花了200万，请了日本设计大师原研哉，耗时3年帮我们重新设计了 logo。大家满怀期待啊，200万的 logo 那得是啥样啊？结果这个大屏幕一亮，所有人都傻眼了。就这不就是把原来的方角磨成了圆角吗？网上瞬间就炸了，雷军上当了，这设计师是骗子吧？退钱，骂声一片啊！但是你再琢磨琢磨。就因为这个200万换了个寂寞的争议，那场发布会的关注度直接就拉满了，所有人都想亲眼看看这200万到底花的值不值。更妙的是，就在大家热火朝天的讨论 logo 的时候，雷军在发布会上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小米正式宣布造车。本来一个新业务的官宣，你得花多少钱去做宣传、做预热，上千万甚至上亿都打不住啊！结果小米呢？就靠着换 logo 这波从天而降的免费流量，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啊都知道这个小米要造车了。你看看，人家用最小的成本撬动了最大的传播声量，咱们在这儿义愤填膺的当键盘侠，殊不知啊，咱们每一次敲击键盘都是在帮品牌的营销 KPI 添砖加瓦。我们骂得越凶，这个品牌方在这个办公室就笑得越大声。毕竟啊，有这个免费的，而且是上亿人规模的营销团队，不用白不用啊。所以朋友们，下次要是在这个网上刷到这些迷惑设计啊，什么1万块钱的砖头了，5万块钱的回形针了，咱们除了吐槽一句离谱之外啊，也得多个心眼儿，想想这个背后啊，它是不是又有什么套路？咱们可别一不小心啊，就成了人家品牌方免费的工具人，让人家在这个背后啊偷着乐了。好啦，今天的奢侈品迷惑行为大赏就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